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昆凌，然后我现在人在这边是暹粒的吴哥窟，对，就是来柬埔寨一定要必来的地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我已经来过3次了，这次是第3次。对，然后因为这边非常大，能去的地方很多，除了这个吴哥窟以外，旁边还有很多就是也蛮壮观的庙都可以去看看，然后都是要开车或是搭车去，因为这边实在太大了。对，然后这一次的话，我大概是来个1天吧，我想说把一些我以前去过、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庙再去看一下，再去拍一下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不可能全部都拍了，所以我就看看哪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，我再去拍拍看。刚才已经过了护城河，然后过了1层的围墙，到了里面第2层。你看，它只是一个走廊，我就觉得很壮观，墙上都是壁画。然后它不止那个哦，你看它的柱子上都是有雕刻壁画的，很美，而且很长一条哎，这样走过去超远的。然后我现在从这边过来，我等一下再转进去。就是本店里面看看，哇！围墙那边进来了，然后这边就是本店了，然后现在要从这边，然后爬上去看看，它很高哎。我觉得应该有4、5层哦，看这么高哎！现在要爬上去看看，它里面是可以进去的。我现在已经爬上来了，我现在在这个塔上，就是你们看到那个柬埔寨国旗那几根塔的上面，我现在在里面。然后它里面一样是跟下面长得很像，就是。一条一条走廊，然后到底会有一个佛像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一直在大石头这边上上下下，有点探险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往前看，等一下可以往回看到整个广场，因为这边应该是这个地区最高的地方吧。后面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过来。好，先绕出来。这个塔的楼梯也太陡了，超陡，其实蛮可怕的。大家全部都要走这个超陡的楼梯上去，真的很陡，因为它这个很高，然后腹地又很小，很陡。刚刚爬的时候有点可怕，然后爬上去往下看是还蛮美的。但里面就是几个佛像，然后跟一样是走廊这样子。刚才已经从那边出来了，我觉得这个 Angkor Wat 还是要远看比较壮观，近看就是没有远看那么震撼，但还是可以进去看看啊。现在要去开车，然后去其他的庙看看，有几个我觉得真的很美。刚刚已经去完，就是那个 Angkor Wat， 就是最大的那个吴哥窟的寺庙。然后现在来到这个是叫做拜翁。你看，它其实这个拜翁也是蛮大的，这个是我觉得推荐一定要来的之一，因为我上次来我印象很深刻，它里面。可以在那个很大的笑脸石头旁边穿梭，那个印象很深刻。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进去，等下进去看看。我觉得这边人比刚刚那个 Angkor Wat 还多，
我现在要上去了，看旁边一样，只要有柱子的都有这种很美的雕刻。然后现在要上去了，然后上面就是这个有一个笑脸对着你，转过来，上面就是一个笑脸迎人。好，从那边上去。果然上面在整修，不能上去。因为我上次来是可以上去的，我上次来是好几年前，应该4、5年前了。我上次来就是上去上面，然后觉得很惊艳，所以这次才想再来一次。可惜这次只能在下面，它其实上面有3层就是远远那个顶楼是可以上去的，但这次不行。哇，可惜！但我之前有拍了，我再找一下照片给大家看。找到一个外面比较清楚的一个角度，那上面那3个柱子啊，上面就是我说之前可以上去，那这次就是不行。那我刚好找到外面可以往上拍。上次来我就觉得很震撼，是因为我可以走在里面，就很像到游乐园探险那样，大石头穿梭，然后旁边都是笑脸石头。那因为它低层就没有，它都是在上面。哇，我已经走到外面来了。你看，你从外面看这个非常壮观，大概3、4好几根那个石柱在上面，很壮观啊，很美。好，我刚刚绕的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边就这样。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去那个塔布隆寺，然后它这边的话，就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庙，然后有一棵非常大的树去包住它，可能好几百年了。对，这个也是我觉得蛮特别，所以特别来去看看。这边就已经有第1棵树在这边，非常大，它是自己自然长出来，然后就长在这个庙上面，然后现在已经大到盖到整个庙，这个很壮观。然后前面好像还有1棵，等一下再走去看看，这个很壮观，而且人很多啊，很有名这棵树。看，走进来，这边是第2棵大树，也是整个盘踞在这个房子上面，然后它石头已经快撑不住了，现在底下有钢铁在撑。然后你看，往后看，很多一棵一棵的大树耸立在后面，这个景点真的有一个进到热带雨林的感觉。然后我不知道听不听得到，都是鸟叫声，这边有一种深入雨林的感觉，很酷。然后这个树真的很大，后面很壮观后面全部都是石头房子，然后被那个大树全部摧毁，在那边一块都还没修复，一整片在那边，不知道那边可不可以走过去，等下去看看。这是第2棵树的背面，然后一进来，不只是这棵树，后面哇，一整片的庙跟那个可以再穿过去的走廊，很壮观啊。然后很特别，你看。树根已经穿过那个门跑下去了，都被树给侵蚀了。哇，这边很美。这边虽然人很多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美，非常值得来。那我继续往里面看还有什么。刚刚已经经过，另外又在一棵大树，一堆人在拍，我就不拍了，我就继续往里面走，因为这边实在是
超级无敌大，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路线，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乱绕。我现在就在里面乱走看看，里面超大超大，然后时不时就走到一个空地，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大树去盘住那个房子，然后没有的话就是在里面转，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走一走就会有一个佛像，只是这些佛像都没有脸跟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我就不知道。走出来就大概像这样。因为我没有拿地图什么的，我都是自己乱走，真的是走不完走不完我等一下再走一点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我现在到了另外一个点，这里就是这边叫做变身塔。你看，后面就是这样。它这个就是以前那个，我不知道是国王还是贵族，反正就是在上面祭祀火葬的地方。就是以前好像是一般人不能上去，就是特别的人士才可以上去。这边有3个塔在上面，然后要走楼梯上去。其实现场看很高啊。我现在要爬上这个塔上面，但这个阶梯也太厚了吧？以前的人是有这么高是不是？它这个间距很厚快上去了！哇！哦，你看，这样拍就好壮观啊！哎呦，上来了！看到一个塔，哇！可是它现在都只能在外面看，它的里面都不能进去，所以就是看看外观而已，也是很壮观呢。我看一下，哇！它底下还是有一层一层的围墙。现在上去是一回事，下去也是蛮难走的，其实蛮可怕的。哇！再来要离开这个变身塔了，虽然这边跟其他几个点比较小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来，因为它长得跟其他都不一样。你看，它都是呈现比较偏红色的，然后外观也不一样，因为它可能以前的功能是不一样的。我是觉得还是可以来，很美。这边拍照很好看。今天第2天又来逛了，原本昨天是打算1天，然后就去一些该去的，后来发现还想再逛多一点，所以就来多1天。然后买票的话，还只有1天跟3天呐，1天37美金，然后3天好像70几吧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你来2天就很亏啊，所以你只要来1天以上，你就要买3天的票比较划算。像我这次就很亏了，就突然又想再来，因为我昨天觉得拍不够。对啊，原本以为来过了就不用再拍那么多，结果越拍越上瘾，然后就决定多加1天。好，然后今天就是随意的，因为它这边庙太多，就随意逛、随意走这样子。像我现在后面这个也是很壮观啊，我只是随便乱走，这个我就不知道名字了，我之前没来过，也是有2、3层楼高你看，哇，我来拍给大家看，这个也是很壮观的。到了另外一个寺庙，叫做圣剑寺，然后也是以前吴哥的国王盖的。然后这一座寺庙我也是第一次来，
就是之前也没来过，然后刚一进来就发现它非常大，它这边有自己的一个围墙，然后有一个城门，还有一个护城河，对啊，然后它的桥也是有这个，就是有经过，如果你来这边有经过那个桥啊，都有这个人的雕像，然后拉着一只眼镜蛇，一个拉一个这样子，对啊，但有些有修复，有些没有，这个就没有，你看，只要有护城河都有这个人的雕像，然后拉着一只眼镜蛇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这个庙是很大的，算大的。看一下，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还在修复中啊，我刚刚有稍微查一下，所以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，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蛮美的这个，去里面看看。还没走完然后它上面这个雕刻啊，是画以前那个战争的雕刻。继续。哦，好深哦这里。我这次就是一进到底，看一下到底有多长啊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这边就是终点。哇，旁边那个有一栋，那个是以前的那个图书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点，这应该是眼镜蛇。我们走到圣剑寺的最后面了，你看，它这个墙的雕刻还有保留不知道是后面修复还是保留。然后后面有一棵超大的树，它把它砍掉了。你看，整个直接跪在那个围墙上面，直接盖住。然后它的另外一边，那个是那边有一栋是以前的那个图书馆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哇，比房子还大的树被砍断了，可能他不砍，这个房子就报销了，直接破败。这边就是那个圣剑寺的底部，就是到这里。Hai A, Thamo Manu Amin Kebau. Hai A. Tingkat. Hai A. Amin. Dua lombong. Dua. 我现在要回到那个 Angkor Wat， 就是吴哥窟，然后现在大概4、5点要来等夕阳。对，因为这边通常大家来都是拍日出啦，就是4点多就要过来，然后等日出，然后拍那个太阳从它后面升起来那个倒影。那个我几年前已经拍过，所以我这次就不早起了，所以我就变成夕阳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夕阳它是正面面对它，搞不好也是可以拍，就是所以这次来看看夕阳的感觉。好，那我现在毕竟这个吴哥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了，应该是日出夕阳都会蛮好看的，对啊，所以决定又再来拍一次。现在在等太阳下山，但我有点不太确定它会不会照到吴哥窟，因为角度好像这样看好像不对，但都来了就等等看。然后一路上很多人穿那个传统服装，就是帮你拍照，拍一张1000简币，大概多少7块台币吧。
好，那我现在想要去找一个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在湖前面有个倒影，看能不能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。好，我现在看旁边，找到一个湖啊，旁边有个湖，去那边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卡到这个位置了，这个位置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刚好有湖的倒影，庙又不会被树挡住。然后发现还好走过来的人不多了，我刚刚以为会很多人，结果还好，就是跟白天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通常都是来拍那个日出啊，日出这边我几年前来是整个挤到爆炸，现在还好，就是几组人在拍而已，那这样最好。那可能就没有日出那么美，不然人一定很多，那就还好。然后刚刚旁边有人在那个把那个乌龟啊丢到那个湖里面，这边就是有人啊会去抓乌龟，抓了之后问你要不要买，你买了之后再把它放生，然后做善事的感觉。啊你放生之后，他一定又再去抓，抓了又再卖你，你要再抓，一个恶性循环，就不知道在干嘛。对，刚刚一直有人在丢乌龟，现在已经没了。那现在你看太阳已经降下来，我其实有点怕，我觉得太阳有点照不到这里，但就是都来了就等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从后面要走回去了。其实天还没暗，我就先走，因为我确定它那个光线是照不进去的，所以真的来就是来日出就好，然后夕阳就不要来这边，可能去其他庙看看有没有机会照到，这边都没有。对啊，那这次来我就是来2天，然后逛一些我以前觉得还不错的庙，当然还有一些是我这次没去，以前去过，我就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。因为我真的来太多次了，所以就是没有那种第一次来的那种震撼感，但还是不错啦，拍照什么都还是很棒。我现在在这边就是那个暹粒的夜市，然后因为我来这边蛮多次，我记得这边的夜市啊，它有分很多区，非常大。然后如果来柬埔寨要来夜市的话，一定就是来暹粒的，因为金边夜市又小又无聊的，跟这边完全不能比的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在这边的话，这边是有一个 Pop Street， 那我等一下从那边进去，那边就很多餐厅啊、酒吧还有按摩，对。你从那个 Pop Street 出来，外面这一区的话，就会显得比较安静一点，然后就是有这种老房子去改造的咖啡厅、餐厅的，就没有像刚刚那个 Pop Street 那么嘈杂、那么混乱的感觉，不一样。所以你大概就是可以绕一圈出来看看，我觉得这边也还不错，不一样的氛围，然后都是这种那种。纪念品店很多，纪念品店看都是这种老房子去改建的，我觉得这边也蛮有特色的。因为像刚刚里面，我觉得有点太吵了，没办法坐在那里，我可能就会选择外面这边会比较安静。Riverside Night Market， 但它里面是有点半室内的，有屋顶，跟外面刚刚不一样。但它里面的东西就很像那个金边的中央市场，我觉得是差不多的。